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？为什么我心地善良，与人为善，甚至捐钱布施，但生活却总是磕磕绊绊，财运不济，麻烦不断？而身边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厚道的人，反而过得风生水起，顺风顺水。难道好人有好报这句话真的只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吗？不，今天我要为你揭开一个隐藏在行善背后的惊天秘密。这个秘密源自地藏菩萨对一位虔诚善人的点化。原来有3件事，我们一直以为是在积德行善，实际上却像是在亲手凿开自己福报的堤坝，让好运和财富悄无声息地流失殆尽。这3道福报的裂痕究竟是什么？听懂了，你的人生或许将迎来脱胎换骨的改变。故事要从一个叫林素心的人说起。林素心，人如其名，心地朴素，为人真诚。他信奉佛法，以慈悲为怀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修桥铺路，救济贫苦，在乡里是出了名的大善人。但命运似乎总在跟他开玩笑。年轻时生意屡屡失败，中年时家人又病痛缠身，到了晚年，日子过得甚至有些捉襟见肘。站在庄严的大雄宝殿前，林素心手中的檀香如同他心中的愁绪，缭绕不散。他想不通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菩萨啊，难道是弟子做的还不够多，不够好吗？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堂里显得格外无助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老方丈慧空法师如风般悄然出现在他身后。老法师双目微闭，仿佛早已洞悉一切。施主，你在为善为何不得善果而烦恼吧？林素心猛然转身，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。大师，请你为我开示。弟子坚信因果不虚，可为何现实却如此折磨人？慧空法师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平静地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：你的善是真的善吗？你的慈悲是有智慧的慈悲吗？走，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，听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他引领着林素心穿过曲径通幽的后山，来到一座古朴的地藏殿。殿内，地藏菩萨像慈悲地注视着众生。慧空法师点燃一炷香，悠悠地讲述起一个关于善德与地藏菩萨化身相遇的故事。而这个故事正是解开林素心乃至我们所有人困惑的钥匙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个国家叫慈悲国，国中有一位富商，名叫善德。善德乐善好施，声名远播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生意却每况愈下，家中也怪事频发。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另一个叫恶贯的商人，为人奸诈狡猾，生意却如日中天。善德的内心第一次对善有善报产生了动摇。地藏菩萨感知到了他的苦恼，化作一名游方僧人，来到了善德的面前。善德见僧人衣衫褴褛，赶忙请入家中，奉上好茶。他忍不住将心中的困惑和盘托出：大师，佛说因果不爽，为何我行善多年，却落得如此境地？化身僧人的地藏菩萨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富翁，得到一个聚宝盆，只要放入金银，第2天就能翻倍。富翁大喜，每天都把所有家当放进去，财富越滚越多，他的贪欲也越来越大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聚宝盆不仅不再生财，反而开始吞噬他原有的财富，最后让他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。善德不解：大师，这与我的困惑有何关联？我并非贪婪之人。地藏菩萨目光深邃，直视着善德的内心。施主，
你的善心固然可贵，但你的行善方式就像那个贪婪的富翁在使用聚宝盆。你可还记得3个月前城中水灾，你倾尽家财救济灾民？善德点头，确有此事。当时有个叫刁钻的商人，囤积居奇，高价倒卖救灾物资。我为了挫败他的奸计，将自家所有粮食布匹免费发放，让百姓免于其害。然后呢？菩萨追问。然后刁钻恼羞成怒，联合其他商人，处处排挤我的生意，让我寸步难行。善德的神情暗淡下来。地藏菩萨轻轻摇头，你的善举保护了百姓，却也为自己树立了强敌。你用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行善，虽有慈悲，却缺少了保全自己，以便能行更多善事的智慧。这便是你的第一道福报裂痕，不带智慧的慈悲。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邻居李大娘冲了进来，哭喊着说孙子发高烧，没钱看病。善德毫不犹豫，转身取出家中仅剩的几两碎银，全部塞给了他。李大娘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地藏菩萨却叹了口气，你刚刚又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善德大惊，救人于危难，何错之有？孩子无辜，救助是对的，但你可知李大娘的丈夫是个嗜赌如命的赌徒？你这笔钱有多少能真正用到孩子身上，又有多少会流入赌场，助长他的恶习？你正确的做法是带着孩子去看病，而不是直接给钱。菩萨的话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在善德心上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善良是需要用智慧来掌舵的。没有智慧的善良，就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，飘得越远，离彼岸也越远，甚至会触礁沉没。这第一道裂痕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行善要动脑子，要分清利弊，要选择最有效、副作用最小的方式，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不计后果。当夜，地藏菩萨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善德开始了深刻的反思。3个月后，地藏菩萨再次化身僧人来访，这一次他要揭示一个更隐蔽的秘密。善德，你可知什么是滥情之善？菩萨开门见山。善德不解。菩萨又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个村庄住着一位极其善良的老婆婆，她见不得任何人受苦，无论是乞丐、流浪汉，甚至是作恶多端的逃犯，只要来求助，她都有求必应。村民们起初都夸她是大善人，可渐渐的，各路牛鬼蛇神闻风而来，把村子当成了避风港。偷盗、抢劫时有发生，安宁的村庄变得乌烟瘴气，善良的村民们被迫远走他乡。最后，老婆婆自己也在一次意外中被她曾经帮助过的恶人所害。故事讲完，善德毛骨悚然。地藏菩萨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这个故事告诉你，慈悲若没有原则，便会成为罪恶的温床。你可记得1个月前，有个年轻人自称家乡遭了火灾，向你求助？善德点头，记得，我给了他50两银子，让他回家重建家园。你可曾去核实过他的身份？善德摇头，他是个职业骗子。菩萨的声音平静却有力，你的50两银子当晚就在赌场输得精光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到处宣扬你的慷慨，导致城里所有骗子都把你当成了首要目标。你最近是否觉得前来求助的可怜人越来越多了？善德恍然大悟，冷汗直流。这就是第2道福报裂痕，没有原则的滥情。真正的慈悲是要有金刚手段，也要有菩萨心肠。对那些本性善良、一时落难的人，我们要伸出援手；但对那些品行不端、心术不正的人，
你的无原则善良就是在纵容邪恶，最终会害人害己。辨别是行善前必修的功课，拒绝有时候是比给予更需要勇气，也更具智慧的慈悲。又过了3个月，善德的生活因为行事方式的改变，开始有了起色。地藏菩萨第3次出现，这一次他化作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。善德激动地跪拜：“大师，弟子遵循你的教诲，生活已大为改观，请你开示最后的秘密。”地藏菩萨扶起他，缓缓说道：“这第3个秘密最难理解，也最容易犯错，它叫做功德值。”功德值，善德重复着这个陌生的词。是的，我问你，你在行善的时候，心里是否会默默计算这件事能为我带来多少功德，积累多少福报，能否改变我的运气？善德心中一震，脸色微红，他确实经常这么想。地藏菩萨继续说道：“真正的行善是源于内心慈悲的自然流露，不求回报，不计得失。一旦你心里想着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得福报，那么你的善行就从无私的布施变成了一场与天地、与因果的交易。你看似在行善，实际上是在用行为去交换利益。”可是大师，善德困惑地问：“如果不想着功德，那行善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？”动力应该来自你内心的不忍，来自你纯粹的慈悲，而非外在的利益驱动。菩萨的声音仿佛带着禅意，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行善就像花绽放、鸟歌唱一样，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。而当你抱着交易的心态去行善，福报反而会离你远去，因为你的发心已经不再纯粹。这就是第3道，也是最隐蔽的福报裂痕，带有执着的行善。它把神圣的慈悲变成了功利的计算。我们常说无为而为，用在这里最为恰当。不为任何目的的善，才是最大的善，才能积累最后的福报。至此，越善良越倒霉的3大根源被彻底揭开。1. 不带智慧的慈悲，让你好心办坏事，甚至引火烧身。2. 没有原则的滥情，让你沦为恶人利用的工具，纵容罪恶。3. 带有执着的行善，让你的福报在功利交易中大打折扣。慧空法师的故事讲完了。林素心站在地藏殿中，久久不语，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。他回想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这3大错误，他竟然一个不落地全都犯了。就在这时，寺院的警钟突然急促地响起，远处的山下村庄，一团浓烟滚滚升起。不好，村里出事了！慧空法师神色一凝。2人迅速赶到村里，只见一户农家的房屋正被大火吞噬，屋主田壮士抱着妻儿在旁边痛哭流涕。林素心看到这一幕，慈悲心顿起，多年的习惯让他下意识的就想上前，承诺承担所有损失。但就在他迈步的瞬间，慧空法师的话，地藏菩萨的3个教诲，如洪钟大吕在他脑中敲响。他强迫自己停下脚步，冷静观察。他发现围观的村民表情复杂，同情之中夹杂着一丝无奈和议论。他走上前，向一位长者打听，原来这田壮士平日是赌成性，这火很可能是讨债人所为。这时，田壮士看到身穿僧袍的慧空法师和林素心，立刻跑来跪下，哭喊着求助，保证自己一定戒赌，好好过日子。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！林素心心中警铃大作，如果直接给钱，这不正是不带智慧的慈悲吗？钱很可能再次被他拿去赌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理智说道：
你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当众发誓戒赌，并接受全村监督。第二，重建房屋的材料和工匠我来提供，但绝不给你1分现金。第三，你必须定期到寺院接受教诲，戒除心瘾。田壮士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想要的是直接拿到钱的自由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村里的恶霸钱大户突然站出来，假惺惺的要慷慨解囊，借给田壮士100两高利贷。林素心看到这一幕，心中明镜似的，这是滥情之善的考验。如果他此时为了阻止田壮士借高利贷而直接给钱，就正中了钱大户的圈套，不仅没能真正帮助田壮士，反而可能惹祸上身。他选择了沉默，静观其变。果然，官府查封高利贷的消息传来，钱大户仓皇而逃。走投无路的田壮士最终只能接受林素心的条件。在帮助田壮士的过程中，林素心始终坚守原则，只提供必要的帮助，让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承担后果。起初田壮士屡教不改，林素心甚至一度停止了所有援助。这个过程虽然痛苦，但最终在经历了真正的绝望和反思后，田壮士彻底戒赌，重新做人。这件事让林素心第一次深刻体会到，真正的慈悲不是让人舒服，而是让人成长。1年后，林素心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的心态平和了，看问题更透彻了，事业也奇迹般地开始顺遂。她明白，堵住了福报的漏洞，好运自然会水到渠成。一天，一位神秘的小沙弥来到寺院，自称受地藏菩萨之托，来给林素心出最后一道考题。小沙弥一挥手，林素心眼前出现了3个幻象场景：街边乞讨的老妇，声泪俱下，但指甲干净，不像长期贫苦之人；当铺里卖书的学子，嚎啕大哭，但卖的都是闲书，珍贵的典籍却藏在身后；路边埋头修补农具的汉子，手起血泡，沉默不语，靠自己的手艺艰难为生。3个人，你只能帮一个，如何选择？小沙弥问。林素心毫不犹豫地指向了第3个汉子，前面2者皆有伪善之嫌，唯有此人虽身处困境，却不放弃，不乞求，以自力求生。这种精神最值得帮助和尊敬。小沙弥欣慰地点点头，又问：若你帮了他，他要报答你，你当如何？你心中可还会计算这次行善的功德？这个问题直击灵魂深处。林素心淡然一笑，双手合十：我会告诉他，无需回报，若真有心，请将这份善意传递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至于功德，行善即是行善，如呼吸饮水，本自天成，何须计算？若心还在计算，便不是真正的行善。话音落下，小沙弥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，最终化作一道金光，融入地藏菩萨像中。林素心豁然开朗，对着佛像深深一拜。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菩萨道是慈悲与智慧的完美结合，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明辨是非的理智并存。朋友们，故事结束了，但我们的修行才刚刚开始。请记住地藏菩萨揭示的3大福报漏洞：无智慧的慈悲，无原则的滥情，和功利性的执着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善良人。行善前多一份观察和思考，帮助时多一份原则和智慧，完成后多一份淡然和放下。当你堵住了这些消耗你福气和财运的漏洞，你会发现好运并非求来的，而是你用智慧和真正的慈悲为自己修来的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
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